你知道全世界有超过50个国家有针对含糖饮料课税吗？如果台湾也要课含糖饮料税，你同意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含糖饮料税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哦。说到对不健康的商品课税，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会是香烟，因为香烟会提升肺癌的风险，也会有二手烟的危害，所以台湾有针对香烟课征烟品健康捐，希望透过提升价格让大家少买一点点，并且课税得到的钱也可以拿来补贴健保或其他的社会福利支出。类似的政策呢，也被很多的国家用在含糖饮料上面。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含糖饮料对于民众造成的健康危害，所以开始课征含糖饮料税。那他们课了这个税之后，真的可以让国民更健康吗？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呢？在开始讨论今天的议题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圣诞节还在烦恼要送小朋友什么礼物吗？你可以考虑送他未来需要的能力当礼物。芒狗狗生活素养绘本圣诞限时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哦，成比金石堂热卖当中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专注找游戏、培养刷牙习惯，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现在13本全套组只要6折哦，输入77推荐再9折，现省2800，超划算！在圣诞优惠期间下单，还会送圣诞卡片与着色画哦。快点击资讯的连结，为孩子选一套绘本当礼物吧。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人们从含糖饮料等制品摄取过量糖分，是全球肥胖跟糖尿病人口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呼吁各国政府用课税的方式提高含糖饮料的售价，来改变消费者的饮食选择。有很多的研究也表明，长期的摄取含糖饮料会提高罹患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等疾病的几率，与死亡率的提升也有正相关。有很多的小孩因为长期饮用含糖饮料，不到20岁就罹患糖尿病，而这些疾病呢，都会加重政府的健保或是长照支出的负担。台湾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就指出，台湾因为含糖饮料造成的健保支出，每年平均就高达了233亿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政府开始选择对于含糖饮料课税，希望让含糖饮料的价格变贵之后，大家就可以少买少喝含糖饮料，而多出来的税收也可以用来补贴福利政策，像是医疗、长照、儿童照护系统的经费。每个国家课税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大致上面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是依照含糖饮料价格按比例课税，一般来说最少呢是从8到10% 起跳。假设厂商卖含糖饮料赚了100元那他就要再另外付8到10块的税给政府。而有些国家会把这比例定得很高，像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从2020年开始就对碳酸饮料征50%、能量饮料100% 的税。而第二种呢是依照含糖饮料的容量课税，像是马来西亚就规定每公升的含糖饮料呢要征收大约3块台币的税收，而挪威呢则是每公斤大约课20块台币。第3种是根据添加多少糖来课税，如果糖加的越多，课的税就越高。比如在英国，如果每公升饮料中含有50到80克的糖，每公升就要缴大约7块台币的税。如果是超过80克，那每公升就要缴大约9块台币。而另外，如果是无糖饮料或者是饮料本身有天然糖分，而不是人工添加的糖，那一般就不用另外课税。而课到税之后呢，这笔钱的用途每个政府也不太一样。政府多出来的这笔税收处理的方式一般分成2种。第一种是国家会把这笔收入专款专用到特定的计划当中，比如是补贴社会保险或者实施特别的社会福利计划。举例来说，美国费城的含糖饮料税就把税收用在补助幼儿的教育、学校、公园、运动中心与图书馆，而西雅图呢，则是优先把钱拿来帮助低收入人口，像是提供紧急粮食券给低收入的人家。而英国呢，则是把钱拿来补贴学校的健康早餐、中学课后辅导以及运动计划经费等等。而第二种方式呢，国家不会专款专用，直接把它并入一般财政收入，像是墨西哥、马来西亚就是把课含糖饮料的税收放入国税里面统筹分配。好的，那虽然把课税收到的钱拿来做公益听起来蛮不错的，但回到它最原本的目的，还是想要让大家少摄取一点点糖。那这个方式真的有用吗？
2014年，墨西哥政府开始对含糖饮料征收10% 的税，而课税之后，墨西哥的收入比较低的家庭减少了12% 的含糖饮料消费，而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则减少了5%。那对于政府来说呢，每年也因此增加了大约376.8亿台币的税收。而同一年推动糖税政策的智利，每个月国民购买含糖饮料的数量整体下降了21.6%。那虽然台湾还没有课税但有些研究指出，如果饮料的价格上涨10%，购买的数量可能就会减少8% 到10%。除了民众会买比较少之外呢，有的饮料公司为了不要被课太多税，也开始降低饮料的含糖量。像是英国开始课税之后，可口可乐公司就为了英国市场，把芬达每100公升的含糖量从原本的6.9克降低到了4.6克，而雪碧呢，则从6.6克降低到3.3克。2018年，英国无糖可乐的销售量提升了50%，而百事可乐的无糖 Max 也成长了17%。虽然乍听之下效果好像很卓越可是也有人质疑，可是对于国民健康的帮助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分析了1990到2006年美国各个地区征收糖税以及国民的 BMI 之间的关系，发现税率呢上升1%，国民的平均 BMI 也不过下降0.003%，效果非常的有限。有人就认为主要的理由是课税并不保证饮料的价格肯定会提升，因为饮料的毛利很高，如果业者评估价格提高太多会让消费者不买，那他们可能会选择维持售价，自己吸收多余的成本。那这样子课税政策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就会很有限。另外，也有人认为有很多垃圾食物都可能影响身体健康，大家不喝含糖饮料，也可能改去买其他的垃圾食物。那除非所有的垃圾食物都课税不然政策的效果可能也很有限。除了课税可能达不到原本预期的效果以外呢，也有人担心课税可能产生一些额外的问题。有人提出含糖饮料这种东西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说不喝就不喝，有些特定工作的人可能会有喝含糖饮料的需求，像是很多的医护人员平常工作太忙没有空吃饭，就只能够在工作的空档呢去喝珍珠奶茶果腹，而有些开长途车的司机也常常需要喝能量饮料去保持体力。如果贸然课税这些人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找到其他维持体力的方式，所以最后呢还是继续的喝含糖饮料，然后还花更多的钱。如果他们本身经济状况不好，那这种政策反而会给这些民众带来更大的生活压力。另外，在国外也发生过一些比较特别的例子，像丹麦课征糖税之后，人民的饮食习惯并没有改变，很多人还会特别开车去邻近国家买比较便宜的含糖食品，反而冲击到了本国的就业市场，最后丹麦只好紧急的撤回税罢。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觉得要评估课税有没有效，该不该课税都蛮困难的。刚刚讨论焦点主要是可以让大家少摄取多少糖分这种比较直接的影响，但一个税收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层面真的是很大。大家就算不喝含糖饮料，也可能把预算拿去买其他吃起来会让人获得爽感的垃圾食物。那换个角度来看或许课税对于国民健康的直接帮助不大，但政府因此获得的税收也可能用在健康支出，带来正面的效益。不过这边的效益到底有多少，也会因为收税的方式不同而有不一样的结果。国外民众的含糖饮料支出可能多半是来自于大卖场那种一整箱的罐装，所以主要呢被课到的税的业主是可口可乐之类的大企业。但台湾呢有非常特别的手摇饮料文化，而每间手摇店的配方不太一样顾客呢也可以自己选择要多少糖。如果要实施饮料含糖税征收执行，可能也会变得很困难。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影片就先到这边。那最后想来问大家的是，如果台湾也要课征含糖饮料税，你同意吗？我不支持我觉得大家不会因为饮料变贵就不买，所以没有用。B 支持我怕健保呢会破产，课税的收入不无小补。C 不一定要看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课税。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含糖饮料税。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大胃王以及厌食症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